待到秋来9月8，火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很多朋友都会对这首诗耳熟能详，这是唐末民变领袖黄巢落地后所作的不第后赋局。诗的写法很是别出心裁，却也满含肃杀之气。500年后的元末，朱元璋以黄巢的诗作为范本，写下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下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变身穿就黄金甲。五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不幸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十分独特的时代。它有乱世的精彩，但绝非三国和南北朝的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和我们平常印象中的中国古代格格不入。关于黄巢，有人说他一生只做了2件大事，一是杀人，二是放火。围困广州，屠杀胡商12万，攻入长安，肆意屠杀百姓8万余人。久攻陈州，又用大石锤把无辜平民颌骨捣碎作为军粮，以至于后世野史称其杀人800万。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慢聊五代十国的第1期，咱们来聊聊唐末黄巢之乱。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国势渐衰。公元873年，当时只有12岁的李轩登上帝位，是为唐僖宗。就在他荣登大宝的前年，关东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翰林学士卢协在奏书当中很详细的把当时民间的一些情况写了出来。臣切见关东去年旱灾，自国至海，麦财半收，秋价几无，冬菜至少。贫者为蓬石为面，畜槐叶为基，或更衰羸，亦难采食。常年不忍，则散之邻境。今所在阶级无所依投，坐守乡旅，待尽沟壑。说这一场大灾是范围广、规模大、时间长，以至于百姓当中稍微贫寒的人家只能采下蓬蒿的草籽儿磨成面，收藏槐树叶子，以此为食。还有很多孤寡老幼可能连这些都吃不上。以前年景不好，还可以逃到相邻的州县，那么现在到处都是饥荒，已经无所依投，只能坐守乡里，等到饿死以后被抛尸到荒野沟渠，悲惨至极。接着卢循又说，其捐免余税，实无可争，而州县已有上贡及3司钱，都去甚急，动如捶踏，虽撤屋伐木，故妻育子，只可供所有90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说这场旱灾已经导致民间徒增疾苦，但是州县的官吏仍然在不断的催促百姓交粮交款，甚至还动不动就捶打鞭挞。有的人家拆除了自己的房屋，有的人呢砍倒门前的树木进行变卖，甚至卖儿卖女卖老婆，但是所得也仅仅只能给吏卒们提供一些酒食，1文钱也到不了府库。朝廷如果再不想办法安抚老百姓，怕是就没有什么活路了。这段记载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唐朝末年的民间疾苦。卢协由此向初登帝位的唐僖宗请求下令，各州各县开仓赈粮，停征一切的租税。唐僖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一切依照卢协所说的办。可是政令下达之后，居然无法推行，唐僖宗的诏令最终成了一纸空文。每个朝代晚期都会有惊人相似的境况，奸佞当道，贪官横行，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唐朝晚期也是如此。很快到了公元875年，河南的王先知聚集3000多饥民，在蒲州起兵，自号天补平军大将军。山东曹州人黄巢率到数千相从。当时的蒲州就是今天的河南范县附近，而曹州相当于今天的山东菏泽。2个人联手造反，只1个月的时间，数万饥民来投，官军多次围剿，但屡为所败。王先知、黄巢这对组合自此开始横行天下。这里有一个问题，
无论王先知还是黄巢，二人都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王先知是贩私盐的，黄巢是私盐贩子世家。唐代合法的盐商大多都是巨富，世代非法贩私盐的家庭更是暴富惊人。这些私盐帮有钱有势，而且全都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所以造反才会相对更加方便。仅从这一层面而言，黄巢之乱是不能定义为农民起义的。黄巢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表面看这个人心狠手辣，脾气暴躁，似乎头脑还很容易冲动。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875年年底，在王先知、黄巢的带动下，唐王朝各地兴起的大大小小的盗匪团伙，多的队伍1000多人，少的几百人，遍布黄河到长江的广大区域。朝廷眼见民变四起，不得不面对现实，下诏调来主力军前往平乱。平卢节度使宋威主动请缨，率步骑5000讨伐王先知。到了876年的夏天，王先知、黄巢率领的数万大军在山东一带被宋威率领的唐军主力一击击溃。这场战役在史籍当中没有太多记录，但是不难想象，一支以饥民为构成主体的队伍，短时间内是很难与国家主力军相抗衡的。王先知战败之后，唐军主帅宋威不知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得意之余，在没有经过核实的情况下，向朝廷报告贼首王先知已被斩杀。报上去没几天，就有州县传来消息说王先知又回来了，而且正在到处劫掠。很快，这王先知、黄巢率军由山东转战河南，并成功攻克了汝州，俘虏了汝州刺史王廖，兵锋直指东都洛阳。这个王廖是当时的宰相王铎的堂弟，王先知因此对他十分的优待。王刺史是个精明人，也很清楚王大头领心中所想。这群杀人越货的反贼把他王刺史抓来，好酒好菜的招待着，无非是想通过他这条线向朝廷示好，然后想办法招安。很快，在王廖的协助下，朝廷从长安派来中使宣读了招安的诏书，授予王先知个人2项官职，一是左神策军押牙，二是监察御史。这个押牙大致相当于左神策军亲卫队队长，监察御史的级别是正八品下。严格来讲，这种级别比县令还要低。可就是这样一个8品的小官，已经让王先知屁颠屁颠的准备跑去跪谢皇恩浩荡。就在这一场民变风波即将迎来一个圆满结局的时候，乱民军中的副首领黄巢跳出来，手指王先知大骂：当初我们共立大事要横行天下，如今你自己当官走了，剩我们这5000多位老哥们弟兄何去何从啊？说完，黄巢是拳脚相加，打得王先知头破血流。这一场招安就此宣告失败。说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走天涯，王先知、黄巢从此一拍两散。余众一部分人跟着王先知大掠齐州，一部分人跟着黄巢北上。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应该是生逢乱世很多人的心声。但是招安绝对是个技术活。以唐末民变为例，包括黄巢本人后来先后5次起降求官。造反的人等于是把全家老小的脑袋拴在一起，以各种理由忽悠大批的流民饥民加入，进而打江山守天下。一旦有机会变换身份，绝大多数首领十分乐于受朝廷招安当官。但是往往双方都会纠结于3个实质性的关键问题：部队是否解散，给不给地盘，任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反两方都会以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谈判协商，多数时候又都谈不拢。谈不拢怎么办呢？造反一方接着去造反朝廷，继续征调兵马平乱。我们以这个规律再回看王先知的这次招安，会发现黄巢的突然发飙不无道理。闹了这么大个动静，朝廷给了你一个不入流的8品的虚衔，
几个比较关键的条件还都没有谈，你王先知就想屁颠儿屁颠的跟着人家走了。贼手到什么时候都会是贼手，就算是倒下，麻烦您也种一枚口径大点的糖衣炮弹呢。通过黄巢拳打王先知，也不难看出，黄巢这个人看似头脑简单，容易冲动，实际上他对时局和大环境有着十分精准的判断和分析。此后的877年2月，王献之率军攻破鄂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昌。7月，王献之、黄巢再度兵合一处攻打宋州。不久之后，二人又分兵，王献之转攻颍州，唐军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对其诱降。王献之派出上军长楚彦威等人洽降，结果呢，被唐军招讨使宋威将上军长几人移送长安斩首。王献之的招安美梦再度破灭。到了878年2月，王献之的大军在湖北黄梅被招讨使曾元玉所破，其本人被斩首。余众由上让率领北上，来到亳州，投奔了黄巢。众人推举黄巢为黄王，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还自荐年号王霸，不再承认唐朝的正朔，自此成为各路反唐义军公认的最高首领，继续横行天下。王霸元年，王献之在黄梅阵亡后不久，黄巢写信向朝廷请降。朝廷方面得知消息之后十分重视，但是给出的应对策略有欠考虑，不够稳妥。当初对王献之，唐廷只给了个8品的小官，但是到了黄巢这里，朝廷直接给出了一张大额的空头支票。他们任命黄巢为纵3品的右卫将军，这个职位是有名无实，而且是个京官。黄巢要接受，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地盘，也不可能保持现有的军队，只能是光杆一人前往长安赴任。朝廷等于是给黄巢全家挖好了一个大坑，等着他们自投罗网。可是黄巢并没有上当，后来的事情说明他的这一次请降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目的达到之后，黄巢马上玩了一手堪称其一生用兵中的得意之笔。先回过头带兵杀入宋州、汴州，然后打渭南叶县，兵锋直指大唐王朝的第2大城市东都洛阳。官军调集大量人马，打算死守洛阳之后，没想到黄巢呢再一次虚晃一枪，领着人直接南下淮南，并很快渡过长江，猛攻宣州。唐朝的藩镇势力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扼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长江以南正是东南财源型藩镇扎堆的所在，而那个曾镇斩王献之的曾元玉已经被朝廷悄没声的撤了职。这个完全可以用来制衡黄巢的人，从此离开了官匪两方的战场。由此，黄巢开始辗转于吴越地区，在这一年的8月攻下杭州，又在9月攻克越州。还没坐热屁股，朝廷已经派来了新任的剿匪总司令，谁呢？此人姓高名骈，字千里，出身渤海高氏，幽州人。高骈的祖父是曾经位至南平郡王的中唐名将高崇文，其父高承义也是神策军中的高级将领。高骈本人年轻的时候曾一箭射落双雕，号称落雕是玉。升任大将之后，更是先后拜党项，破南诏，复安南，战功赫赫。在天下大乱的唐朝末年，高骈是公认的文韬武略、一时无双的能臣。杭越2州落入黄巢之手没多久，新官上任的高骈已经派出2员大将张林、梁纂，分别袭取杭越。高骈果然是并非浪得虚名，双方在交战之后，黄巢接连战败，遭遇重挫。黄巢的心里比黄连还苦，心想打不过就跑吧，于是领着人离开杭越，劈山开路700里，来到了当时还很不发达的福建。到了福建，又怕高骈紧追不放，没多久就一路向西南，攒足了10万人马，直接把广州给围了。广州在当时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已经成为天竺
波斯等外商频繁往来的一处国际贸易中心。外来的奇珍异宝和各式货物都会从海上先运到广州，再从广州运往全国各地。朝廷在广州设有市舶司，它的功能有点近似于现在的海关，由皇帝指派宫中的宦官主管。这么一个富得流油的好所在唾手可得，但是皇朝并没有急于下手，而是再一次的向朝廷请降。皇朝开出的条件是希望授予他天平节度使，并且保留现有军队。朝廷给出的答复再次表现得毫无诚意。首先，黄先生心向祖国，我们深表欢迎。作为回报，我们愿意授予帅府帅的官职。别看这只是个闲差，但是级别可是正四品的高官哦。除此以外，黄先生提及的不想解散部队，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此举不妥，请黄先生光杆一人来京赴任。最后说一句，首都的大门随时向反贼朋友们敞开，欢迎大家放下刀枪，投入到朝廷温暖的怀抱当中。前面咱们交代过，黄巢这个人是性如烈火，脾气暴躁。在得到朝廷的答复后，他深刻地意识到身在长安的高官们正在把他皇王的自尊甩手扔到脚边，疯狂地践踏。盛怒之下，黄巢下令攻打广州，只1天时间，广州告破，节度使李条被生擒活捉。一直以来有一种传言说，黄巢在攻占广州之后，屠杀了那里经商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共计12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20万人。这些记录甚至被收录到了《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当中，但在中国的官史当中，《旧唐书》、《新唐书》还有《资治通鉴》都没有这项记载。黄巢在广州有无屠杀外商，存在一定的争议，咱们在这里不做赘述。可以肯定的是，在攻打广州的过程当中，的确产生了大量的伤亡，从而导致机翼横行。黄巢手下的士卒大多又都是北方人，因此在广州只停留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黄巢便率领大军开始了新的征程。那么这一次他会走向哪里呢？广州的富庶让黄巢赚的是盆满钵满，鸟枪换炮的同时还不忘发布檄文痛骂李唐王朝。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堂症结所在，幻术秉朝，构毒纪纲。随后便率领大军由广州出发，逆珠江而上，经过贵州，再入湘江，接连攻下永州、衡州。又一次只用了1天的时间，攻下了湘中的重镇潭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长沙。潭州本来有10万守军，守将李系也是名门之后，没想到却中看不中用，手握10万雄兵，一座坚城，却在1天之内全军覆没。拿下潭州，黄巢又以手下大将上让为先锋，乘胜进逼江陵。守江陵的是王铎，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汝州刺史王廖的表哥。这个时候，大唐剿匪总司令从镇斩王先之的曾元玉换成了一战击溃黄巢的高骈，又从高骈换成了曾在朝中当过宰相的王铎。王铎字昭范，太原人，工于书法，他的行书在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真正让王大人成名的是这个人相当的怕老婆。那么怕到什么程度呢？话说这个黄巢大军来犯江陵，正在这个当口王铎在江陵金屋藏娇的消息被远在长安家中的夫人得知。王夫人二话不说，直接带人来江陵兴师问罪。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之下，王大人说出了那句名言：黄巢北上，夫人南来，如何是好？身边的一位幕僚开玩笑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如投降黄巢吧。此话一出，引来众人大笑。王大人最终并没有投降黄巢，而是不战而逃。黄巢兵不血刃夺了江陵，紧接着又直扑襄阳。此时驻守襄阳的是现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以及赶来支援的江西招讨使曹全整。刘巨荣是徐州人，
先祖为彭城刘氏，可能和刘裕还沾亲带故。刘巨荣这个人的个人经历是比较丰富的，早年跟着同乡庞勋兵变造反，后来又重新归顺大唐。就在迎战黄巢的前几年，刘巨荣因为成功阻击并射杀了另一支便军首领王颖，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此番黄巢大军正势如破竹，一路北上，襄阳作为咽喉要地，成了能否成功阻止黄巢的一大关键。该怎么打跑这个私盐贩子呢？刘巨荣前后斟酌，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几天后，黄巢的大营附近出现了一大群没有主人的骏马，足有500多匹。这马长得是个个身材高大，膘肥体壮。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黄巢也不管3七21，直接命令军中的大小头领每人一匹，把这500匹战马分了个干干净净。转一天，唐军在曹全整的带领下主动出击，黄巢不由分说领兵迎战，没几个照面，唐军有点招架不住，曹全整节节败退，到了一处密林之中。黄巢这边刚刚靠近这个树林，就听见树林当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呼哨声。突然，昨天刚刚缴获的那500匹战马不知什么原因全部失控，驮着一军大小头领箭一般的冲入密林。原来山南东道有500沙陀骑兵，这些战马正是他们的座驾。沙陀人与战马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那一阵奇怪的呼哨声正是沙陀人呼唤战马的密语。密林深处等着义军头领们的是刘巨荣精心布置的埋伏圈，剩下的结果可想而知。义军头领被纷纷收割人头，失去有效指挥的黄巢大军如山崩一般大败溃散。刘巨荣联合曹全整大败黄巢于荆门，伏斩贼众10之7、8。黄巢与上让收敛残部，渡江东走。山南东道诸将劝说刘巨荣乘胜追击。刘巨荣说出了黄巢之乱中又一句名言：国家喜妇人，有疾则抚存将士，不爱观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刘贼，以为富贵之资。说朝廷向来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每次非得等到大难临头才想起我们这些人，又是加官进爵，又是厚礼赏赐，可是一旦事情平息，就把我们像多余的废物一样扔到一边，更有甚者还会被治罪。不如留着这些反贼，作为我们富贵的资本吧。黄巢由此轻松甩脱了追兵，一路向东横扫江西和浙江北部，迅速补充兵员，调整状态，声势由此很快由弱转强，兵力达到了20万之众。公元880年，黄巢的一位老熟人高骈接替了王铎，担任诸道行营都统，再次当上前方剿匪总司令。阳春3月，高骈派手下的骁将张林渡江南下，阻击黄巢。黄巢被打得节节败退，先退到饶州，又退到信州。黄巢损失惨重，张林紧追不舍，打不过又跑不掉，怎么办呢？不得已，黄巢只能故技重施，请降。黄巢的请降方式很特别，先以大批的黄金贿赂张林。张将军高抬贵手，容兄弟2天时间，我正派人前往高帅的大营商议请降的事宜，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万望效纳。张林一看还有这好事，给他2天喘口气又如何呢？何况也查明黄巢的确在向高骈请降。张林不知道的是，正是他给的这个喘口气的机会，最终要了他自己的命。话分两头，咱们各表一边。高骈收到黄巢送来的请降信，最初是不太相信的。这个草贼反复无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又转念一想，他骗谁还敢骗我不成？区区一个流寇，分分钟我就能把他灭了。既然你黄巢请降，那我高骈就来个将计就计，只要把他骗到我的大营，生擒这个巨寇，这得是多大的功劳啊！只是最近朝廷派了不少援兵，不好让他们和我争这番功劳。
还是先把这几路神仙都劝退了吧。于是高骈一边回信黄巢，一边上奏朝廷，声称黄巢不日当平，不凡诸道兵将，请悉数遣归。就这样，赶来增援的诸道唐军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如此一来，整个信州的前线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援军撤回，唐军兵力大减，张林被黄巢糖衣炮弹命中，一心盘算着得胜后重新置办个大宅子，再娶上几房小老婆。高骈则在反复的盘算如何智擒黄巢，创下不世之功。只有黄巢时刻保持着清醒，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宝贵时间，加紧休整人马，鼓舞三军士气，做足了反击的战前准备和计划。2-3天过去以后，高骈派人送信来催促黄巢抓紧前去履行请降的手续。黄巢回信说，那个不好意思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请降是我说着玩的。老高，你看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天真呢？看到黄巢回信的一刻，高骈意识到自己玩了一辈子鹰，这回算是被鹰啄了眼了。我去他奶奶个嘴了吧，这个私盐贩子可是太他娘的坏了，给我传令张林全力进攻，撕碎黄巢。很快，一场扭转乾坤的大战在信州打响。此前一直处于下风的黄巢成功逆袭，曾经一度追着黄巢打的猛将张林在这一战中死于乱军之中，唐军大败亏输，常胜将军高骈自此一蹶不振。黄巢大军自此势如破竹，连续攻破睦州、婺州、宣州。当年7月，北渡长江，进围天长、六合，兵势再次变得更加的强盛。经历过信州惨败之后，高骈好像换了个人。从前谈笑风生，意气风发，现在是畏首畏尾，满腹狐疑。黄巢剑指江淮，高骈表示无能为力，收缩防线，退守扬州，不单单对大唐帝国的安危不管不顾，连最基本的他自己的辖区也都不再过问，再也不是那位让党项南诏闻风丧胆的名将，从此迷恋求仙占卜，一蹶不振。没有了高骈的阻力，黄巢大军顺利渡过长江淮河，轻松突破一道道防线，仅仅1个月，申颍宋徐兖五州相继告破。11月，黄巢军进入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战而降，率领百官前往城郊恭候黄王莅临洛阳指导工作。紧接着11月底，黄巢大军又攻陷了亳州，距离长安已经只剩最后一道屏障潼关。驻守潼关的神策军满打满算2800人，面对如狼似虎的数十万反贼，勉强支撑了不到3天，守关的唐军一哄而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潼关就此告破。黄巢杀进潼关的消息传入长安，唐熹宗李轩直接脚底抹油开溜，逃亡到了四川。881年年初，黄巢率军进入长安，过去那个落地的秀才，如今威震天下的义军统帅。一股豪情由黄巢的心底暗自升起，长安，我黄某人又杀回来了。进城之后，义军副统帅上让向围观的百姓发表了即兴演说，黄王起兵就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一样不爱护你们的，大家从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安居乐业，不必惊慌。几天以后，黄巢于长安的含元殿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应该说，在刚刚入城的几天里，黄巢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甚至他们还拿出钱财救济那些贫寒的百姓。可是仅仅3天时间，那些早已将杀人放火当作习惯的士兵就绷不住了。相比起济贫，他们更喜欢的是劫富。最先遭殃的是那些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以及富绅豪商，紧接着射击面开始逐渐的扩大到小康之家，最后连最初被他们接济的平民也未能幸免。长安周边的藩镇势力在黄巢称帝之后
逐渐汇聚成了组织松散但数量庞大的反齐联军。这支联军甚至一度的攻入长安，迫使黄巢率军暂时撤出驻军坝上。进入长安的唐军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榜安民，而是第一时间冲进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烧杀掳掠。得知消息的黄巢当机立断，重新率军杀回长安，并大获全胜。第二次打进长安城的黄巢完全卸掉了此前仁义的伪装，他痛恨城中的百姓协助官军，开始了代号洗城的大屠杀行动。这一次惨无人道的恶行让近8万人死于这场灾难，针对的对象除了李氏皇族、官绅富商以外，还包括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时间来到882年9月，长安的形势再度发生变化。黄巢手下的大将朱温在同州与王重荣交战中直接反水投降了唐军，被任命为右金吾大将军，并赐名全忠。沙陀人李克用率1万精兵南下助唐，战事越来越吃紧，黄巢不得已退出长安。随后以麾下猛将孟凯为先锋，攻打蔡州。唐军守将秦宗权兵败投降，孟凯率军继续前行，可是很快在挺进河南的途中于项城战败，被陈州刺史赵抽俘虏并斩杀。孟凯阵亡的消息让黄巢勃然震怒，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踏平陈州，一定要让赵抽血债血偿。883年6月，围困陈州前后300多天，大小数百战，赵抽顽强抵抗，且兵精粮足，黄巢始终未能攻拔其城。在这个期间，有一则即便放到杀人如割草的唐末乱世也格外的骇人听闻的传言被记录到了官史当中。说是为了应付军粮不济的困境，黄巢以人肉为粮，他们制作了数百巨锤，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周边城镇逢人就抓，无论男女老少，悉数投入巨冲，连骨头带肉一并捣成肉糊食用。相传黄巢大军在此期间共计吃掉活人数十万。这些记载是否可信呢？我们查找史籍，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新唐书·赵抽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巢易怒，将必屠之，乃起8仙营于周左，见相宫阙，列百官曹属，储粮为持久计。既然已经为长远打算，储备了粮草，怎么还会吃人呢？再有《旧唐书西宗本纪》当中对黄巢于陈州逃跑时，李克用缴获了他大量的物资，其中获所俘男女5万口，牛马万余。既然在这个时候都还有牛马万余，怎么还能以人肉为粮呢？再有史料当中记载黄巢对人肉的吃法存在疑点。按照记载，黄巢是将活人捣碎，最后的成品肉糊当中不排除含有人类的毛发、粪便、指甲、内脏等。这种不科学不卫生的吃法极有可能导致军队在很短时间内爆发大面积的饥疫，怎么可能还连续围攻300多天呢？由此可见，黄巢以人肉为军粮的说法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排除存在以讹传讹、故意抹黑的人为因素。公元884年4月，黄巢大军在陈州被李克用和朱温等人的联军打败。不久后，又在汴河的王满渡被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杀得人仰马翻。王满渡之战让黄巢损失了1万多人马，更重要的是他手下的大部分将领开始和他分崩离析，各奔东西。伴随着沙陀人夜以继日的追杀，黄巢最后带着1000多残兵败将逃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曹州冤剧。10年前，黄巢从这里出发，带着数千曹州子弟起兵反唐。10年以后，再次回到这里，
周遭早已是物是人非。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他是会庆幸还是会后悔呢？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5月11，李克用追至冤剧，黄巢再败。大齐皇帝的御用车辆器物、黄袍玉玺，通通被沙陀军缴获。6月15，黄巢带着数百残兵在峡丘遭遇了感化节度使石璞的部队，黄巢毫无悬念的再度惨败。有关黄巢最后的结局，大致有以下几种。6月17，在泰山东南路一处狼虎谷的所在，黄巢让他的外甥林岩斩杀了自己，又杀了黄巢的妻子及其兄弟7人，随后带着他们的头颅去自首。不想在途中遇到一支唐军，林岩自己也被斩杀，头颅被一并打包送到了唐僖宗李轩所在的成都。第二种说法是说黄巢并没有死，后来在洛阳龙门南禅寺出家，法号翠微禅师，并有舍利塔存世。第三种说法是说黄巢后来辗转来到明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在雪窦寺出家，法号雪窦禅师，以佛法精深为众僧所服，圆寂之时脚下隐隐地展现出黄巢二字。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真相，现在已经没人能够搞得清楚了。世事无常，沧海桑田，无论怎样，有关黄巢的历史都已经在狼虎谷画上了句号。南北朝时期的东晋权臣桓温曾说，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桓温是这么说的，可是他本人并没有做到，而黄巢却戏剧性的做到了。作为打破晚唐死气沉沉的黑暗平衡，开启了5代血腥乱世的关键人物，黄巢的历史评价经历了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过程。从官史中近乎清一色的贬损，到近现代以来出于政治目的的高调称赞，再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把黄巢写成了变态杀人狂、超级食人魔。我们一直说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历史需要现代人克制、客观的去看待。黄巢之乱是唐末黑暗政治背景下历史发展的必然，即使没有黄巢，还会有绿巢、红巢，甚至迷彩巢。近10年的时间把一个李唐王朝搅和的天翻地覆，参与进来的人其实很多，黄巢并非最有能力的，可却是其中运气最好的。基于这层原因，他成功打破了乱世背景下的旧有体系，但是对新体系的建设几乎没有任何建树。我们现在回看这一场耗时10年的战争，之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起主导作用的黄巢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黄巢缺乏识人之明，得其重用的上让、孟恺、林岩无一不是平庸之辈。黄巢手下不乏能人，但这些人在跟随他的时候几乎全都默默无闻。其次，长期的流动作战，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的建设，攻下长安没有乘胜追击，进一步消灭强敌，也从没有号召农民们恢复生产，目光短浅，十分缺乏全局的观念。再有，缺乏严明的纪律约束，这一点在攻取长安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变性质的军队想要约束起来其实很难，但不加以约束，迟早都会反受其害。黄巢如此，后来的李自成也是这样。事后评价是比较容易的，真正做事要难很多。无论如何，黄巢还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为华夏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打破了窒息民族活力的枷锁。1分文士，2分商人，3分豪杰，4分暴徒，把这些信息综合起来，也许就很接近历史上真实的黄巢了。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慢聊5代十国系列视频的第1期，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